哇塞，惊险了！来看看，绝壁啊，就是这个样子的。他用一双手一锤一刀开路，从2017年独自一人用了将近3年时间，在自家后山的悬崖峭壁上开凿出一条长约5公里的悬崖栈道，真实版的观光路，被当地称为绝壁上的愚公。真正的愚公精神就在他这里体现了，造就了一个人的景区梦。他就是中国好人榜的陈显斌。这个地方是属于湖北巴东。现在我们就跟随这位大叔去实地走一走这个悬崖栈道。他已经53岁了，从小父母就去世了，他呢抚养2个弟弟长大，所以至今呢他也没有成家。他弟弟后面出去打工之后，他就一个人在老家生活。叔，这些都是你种的吗？这些茶叶？哎，这是我的。有多少啊？有14亩。大概什么时候成熟？要2月份。2月份是吧？那也快了。带我们去看看，他这里他修建的悬崖栈道。哦，现在爬山上去不好走啊，不好走，爬山太累了。漂亮，先到达山顶，大家看一下风景美不美？全是大山。这位大哥已带我到山顶了。你当时怎么想到在旁边的悬崖栈道上开一条路出来？能在那个啥，在什么河可看到回来的。哦，就是你到对面那边有一个地方，也是开发一个景点，也有个悬崖栈道。然后你觉得这个地方也不错，就来这里开凿了。厉害呀！总共搞了几年呢？搞3、4年啊。这下面有一条龙一样的，一条汉龙，一条水龙，下面这个水也被称为龙。然后这个上面呢，一条汉龙，像双龙戏珠一样的，漂亮。在恩施，大家看一下，山特别多，崇山峻岭，全是在悬崖上面。大家不要小看哦，在我手指的那个位置，在山的顶部，还有几户人家，基本上等于是在悬崖上的庙和悬崖上的村落。大家看一下有多高，我估计有400、500米高。我们这位大哥，他就是在这个下面开凿的一条悬崖上的栈道，靠自己一个人完成的。现在我们去看看，左右两边都是悬崖峭壁，来这些地方要小心，惊险刺激的地方来了。大家看看下面，真的是万丈深渊一样的，就在下面。要从这边一直走过去是吧？先从这个山洞钻过去。惊险刺激。这个很小啊，一个洞穴。下楼梯下去。从山顶下来了。叔，你基本上每天都要往这里走是吧？你每天都要往这里走吗？刚才我们是站在那个顶部，现在从顶部下来了。就这。这个很小啊。没事，我赶走，没关系。刚才看到这里没有？就是纯粹的一个这样贴着墙壁走的。看那里看那光不能过去嘛？是一个木头是吧？木头的是吧？有蛮悬。我看看，我这里先看看。这里没路了吧？这里还有好多山洞呢。现在我就是在悬崖上行走。太累了。这是小石门嘛？那里像那个门一样的。那个小石门。刚才我们走到那边，但是太惊险了，就不敢过去。没走过的人不敢走。这下面就是万丈深渊。这下面有多高啊？有几百米吧？有3、400米。我还是第一次走这样的地方。这里到了那个，这个里就是这大哥大叔自己搞的木头栈道，
大家见过没有啊？没事，给大家看看下面是什么。下面就是万丈深渊，是一条河流。说总共这个地方有多长啊？几公里啊？有几公里啊？长度的话，是有5公里。你花了3年时间。大家敢走这样的路吧？这个地方如果好好开发的话，可能还真得发大功夫、大力气。现在只是一个雏形。走这样的悬崖，好累呀！真佩服这位大叔，他一个人3年在这个悬崖上劳动，开凿出5公里的一条悬崖栈道，一个景点，靠一己之力啊！这个精神相当于我们常说的愚公精神。我光在上面走都很累，他还要在上面干活，还要在上面开发。看看这个路，我走得气喘吁吁，他跟没事人一样的，走得很快，很利索。自己扛过来的吗？那个也挺重的，厉害呀！你把这个扛过来，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洞穴人家？看看。哇，这地方漂亮。前面就没了吧？陡峭吧？就前面是比较惊险的。就这里，大家敢走吗？看看啊，一边是悬崖，一边是这种木头，刺激。叔走得很利索啊，我在那边走边休息一下，他呢走得飞快，就我们说的飞檐走壁一样的。因为大太阳有点热啊，大家敢走没有？基本上是靠着这个山走。悬崖绝壁就是这样的，谁敢走这样的路吧？下面就是万丈深渊，一条河流，一条山谷，大的峡谷。这里你如果没注意踩空的话，就下去了。以前这里是没有路的哈，叔啊，都是你一个人开凿出来的。哇塞，大自然太漂亮了。这你加工过没有？还是说天然的？它挺自生长的。这里还要上去。我都有点累了，都想打道回府了。但来都来了，还是得坚持走完。我们在这个绝壁上面走了有一段时间，确实非常惊险刺激，有些地方落脚都不好落。但是这位陈大叔在绝壁上一干就是3年时间，以风为伴，以雨为引，他一心的想把这个地方打造成景区，一年到头大部分时间都在这个地方度过，除非是他那些种植的茶叶那些东西要忙的话，才不在这边。就是说不干农活时，一大早便出门干到中午，随便对付一顿后，便接着干到晚上才回家。有时候凌晨3、4点钟就爬起来修路，甚至有时候大年30晚上，他仍然提着油灯在这个悬崖绝壁上开路。这位陈叔叔确实与众不同，也确实让我们敬佩。他呢，一直是靠自己改变生活。他从小失去双亲，独自一人把2个弟弟抚养成人，弟弟们成家或者出去打工后，他就靠养猪、种土豆，还有我们看到旁边种的茶叶，还有黄金梨等等，改善自己的生活。我们来到这里跟这位陈叔叔也聊了一下，可以看得出来他比较寡言少语，但是一谈到这个景区的话，他说的话就比较多。其实他最大的梦想呢，可能就希望这个地方能够有一天被真正开发，成为一个真正让大家喜欢的景区。作为现在来讲，他说只要他自己还能干下去，就一直把这个地方整理好，一直干下去。大家觉得他这种精神是不是值得我们学习，向他致敬？希望这个地方会越来越好，希望我们下次来的地方变成了一个真正的景区了。